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因间谍气球问题拖延布林肯访问北京。金融时报：中国拒绝允许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北京，因为担心联邦调查局将公布对被击落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调查结果。4位熟悉谈判的人士表示，中国已告诉美国，他不准备重新安排布林肯在2月份取消的访问，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总统的政府将如何处理该报告。中国官员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公布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以及气球的物证，其调查结果可能会在布林肯访华期间公布。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分析自2月份被击落以来从气球上打捞出来的碎片。美国表示，这艘飞船正在监视敏感的军事地点，但中国表示，这是一个被天气吹离航线的气象气球。然而，一些官员希望解密公开发布的证据，以表明气球正在进行监视。雪上加霜的是，中国也一直不愿同意布林肯的访问，因为包括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内的美国议员本月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感到沮丧。虽然双方未能就布林肯访问达成协定，但已经进行了一些接触。国务院中国最高官员里克·沃特斯 Rick Waters 最近访问了北京，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访问了华盛顿。然而，在其他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参与。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 Martin Miners 说，中国继续拒绝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印太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和其他国防部高级官员接触的请求。中国3月新房价格以21个月来最快的速度上涨。路透社：根据官方数据，3月份中国新房价格上涨速度为21个月来最快。随着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复苏，政府的政策支援有助于维持需求。3月份物价环比上涨 0.5%， 高于2月份的 0.3%， 连续第3个月上涨。然而，房价同比下跌 0.8%， 连续第11个月下跌。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贡献者。3月份房主贷款跃升至 1.24 万亿元人民币 1805.2 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2081亿元人民币 301.2 亿美元。中长期家庭贷款也从863亿元人民币125亿美元上升至6348亿元人民币 923.8 亿美元。澳大利亚指控艺人当中国间谍。路透社：中国被指控试图在各种问题上干涉澳大利亚事务。原来居住在上海的数字和数据行销顾问亚历山大·切尔戈 Alexander Sergel 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工作。上周晚些时候在悉尼海滨郊区邦迪 Bondi 的一处住所被捕。法庭文件称，他鲁莽地判断该行为是否会支持外国委托人的情报活动，并且该行为的一部分是隐蔽的或涉及欺骗。警方声称，2名后来被确认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的人联系他，以获取有关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安排的资讯。这是个人被指控违反澳大利亚外国干涉法的第2起案件。该法将说明其他国家干涉其国家主权或利益定位刑事犯罪。在第1起案件中，一名中国特工被指控犯有类似罪行。此案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在贸易问题上持续紧张的最新事件，以及对北京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在北京，巴西领导人支持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日本时报：中国和巴西宣布自己是乌克兰冲突的潜在调解人，称谈判是结束危机的唯一可行途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和巴西的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北京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中发表了上述评论。
没有具体说明两国如何在超过12个月的战争后将俄罗斯或乌克兰带到谈判桌上。卢拉支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该观点并不要求俄罗斯从该国撤军。中国政府赞赏巴西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其中包括台湾，尽管没有提到俄罗斯军队离开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美国和一些欧洲官员批评中国提出的12点问题大纲，这些问题应被视为和平协定，因为他没有提到要求俄罗斯军队作为任何协定的一部分撤军。巴西和中国的联合声明在中国之外被视为将乌克兰和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政策之下的举措，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湾是一个中国国家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言论将被视为对中国分裂乌克兰和台湾的叙事的外交支援。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提议由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国家斡旋进行和平谈判。巴西前总统卢拉提出了一个和平小组的想法，其成员包括中国，双方都愿意与之交谈。巴西总统抵达中国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在他的前任亚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的领导下，两国关系已经破裂。布林肯访问越南，希望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以对抗中国。路透社在该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和越南正在寻求加强关系。在作为国务卿首次访问越南时，安东尼·布林肯正在与越南总书记阮富仲和总理范明钦会面，然后七国集团国家元首在日本伊势志摩地区举行会议。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与中国对抗，因为中国既是军事强国，也是投资来源。对河内来说，平衡行为包括对美国的合作持开放态度，而不会让北京感到不安。长期以来，越南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态度感到震惊。美国可能会推动与越南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但河内可能不会分享这种热情。分析人士强调，越南没有不必要的对抗中国。预计布林肯还将向越南官员提出对人权的担忧。本周早些时候，河内一家法院判处一名政治活动人士6年徒刑，罪名是进行反国家活动。中国科学家在太空进行打破规则的人工智慧实验。南华早报，中国研究人员首次让人工智慧系统对近地观测卫星进行24小时的完全控制。人工智慧使用了武汉大学的测绘学和资讯科学，在控制启明星1号期间不需要任何人为干预、分配或命令。他选择了某些地区，其中包括古老的印度城市巴特纳，这也是去年印度和中国军队之间致命遭遇的地点。日本大阪偶尔会容纳美国海军舰艇，这是选择的另一个地点。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人工智慧发现异常活动，它可以提醒国家安全部门、军方和其他相关机构。据研究人员称，该团队的人工智慧无法回应对话，需要对地球有充分的了解。虽然机器可以检测自然和人造物体，但它需要理解这些物体与之互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他专家表示，中国计划建设13000颗卫星星座和 Starlink 的扩张等项目意味着，如果没有人工智慧来处理，卫星运营将变得难以管理。一位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中国太空科学家表示，他并不担心让人工智慧系统更多的负责控制卫星，相信北京将确保一切都得到充分监督。但另一位中国人工智慧专家表示，他担心类似于最近发布的 ChatGPT 的语言模型可能会控制卫星并学习如何操作它们。它们是我们在天空中的眼睛和耳朵。我们真的希望人工智慧决定我们看到和听到什么吗？他问道。蒙大拿州将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 TikTok 下载的州。英国每日电讯，美国蒙大拿州于4月23日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下载 TikTok。此举标志着美国国家对该平台采取的最严厉行动。
该立法规定，应用商店提供 TikTok 下载是非法的，并阻止母公司为元组跳动在该州运营。该禁令不会立即影响已经拥有该应用程式的使用者。美国政府对 TikTok 涉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访问美国用户数据表示担忧。上个月，其首席执行官被迫参加有关该平台在美国运营的国会听证会。共和党政界人士游说在全国范围内禁止 TikTok。美国威胁说，如果不从中国股东那里剥离该应用程式，将禁止该应用程式。蒙大拿州的法案将于明年生效，如果使用者能够下载该应用程式，应用商店可能面临高达$10,000的罚款。TikTok 批评了这项立法，并表示将继续为蒙大拿州的使用者而战。谢谢收看中国局势。